二婚前1周，我发现他订了2套婚纱。我希望你能更加注重细节，不要总是马马虎虎。又在开会呢。温太太好，温太太您来啦。你们呀，改口改得比谁都快，婚礼还没办呢，给大家带了点下午茶，忙了一上午，都辛苦了。谢谢温太太。都没事干了吗？没看到那么多客户啊。小李，最近工作还顺利吗？上次看你状态不太好，现在好多了吧？谢谢温太太，我好多了。上次多亏您帮我冲了业绩。没事就好，好好工作，有什么困难随时跟我说。尺码是他亲手量的，为什么要让我去储藏室？老公，我明天想去婚纱店的内部储藏物看看我们的定制婚纱，提前试一下合不合身。乖，婚纱是惊喜，提前看就没感觉了。好，我去看看。提前看就没感觉了。怎么会？不可能！婚纱是沈毅给我私人定制的，设计师说全世界只有这一套，为什么现在会有2条？这不是我的尺码。他的挚爱到底是谁？这不是我的名字，写错了，不可能。定制信息核对了3遍，难道是？离我的定制日期还早1个月。这7年来，我全心全意照顾沈毅，给他洗衣做饭，掏空积蓄帮他创业。嘴上说上一段婚姻很失败，私底下原来还一直和前妻保持着联系。上一段婚姻里，前夫许家印沉默寡言，整日忙于事业，从不会说半句软话。我总以为他心里没有我，最后选择放手。我厌倦了冷冰冰的相处，才被沈毅处处体贴的模样打动，以为终于遇到懂得珍惜我的人。现在看来，不过是一场精心表演。小溪，你有时间吗？刚解决一对夫妻的情感纠纷，怎么了？让律所团队走合法程序调取，帮我查一个人，秦宁是沈毅的前妻。我要知道他们这7年来所有的往来，越详细越好。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等你查完我再跟你说，越快越好。许家印当年虽然不会说甜言蜜语，但至少不会一边说爱我，一边骗我。沈毅，最好不要让我发现你一直在骗我。宁宁，还没睡呢。你叫的是宁宁还是宁宁？等你啊，最近回来的都很晚。没办法，公司最近项目多，一直在陪客户应酬，累死我了。你的客户还挺粘人的。这么紧张做什么？又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工作上的应酬我都能理解啊。没有，就是怕你生气。你以前都不怎么过问我工作上的事，突然这么说，我有点不习惯。宁宁，你先睡吧，以后我回来的晚就不要等我了，熬坏了身体，我心疼你。以前不过问，还不是因为你不喜欢我插手。宁宁，等我这个项目做成了，我们就换个大点的房子，带阳台的那种。你可以在上面种满你喜欢的花，以后我们还要生个女儿，长得像你一样漂亮。我拼尽全力也要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我相信你。等我生意彻底做起来，我一定给你一场世纪婚礼，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沈毅娶了全世界最好的女人。宁宁，你为了我付出了这么多，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给我创业，我怎么舍得让你再去外面辛苦工作？你就在家里享福就好了。打拼是我们男人的事情。可是我也想帮你分担一点。难道你也像我前妻一样，觉得我没本事，觉得我没钱，想着随时离开我？我真的好怕，怕你有一天也会嫌弃我。好，我不去，我就在家帮你打理好家里的事情，安安心心等你回家，过好我们的小日子。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爱情该有的样子，不像许家印，永远只会用行动表达，却从来不说一句好听的话。现在才明白，花言巧语远比沉默寡言更伤人。今天公司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要感谢我的爱人宁宁。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默默支持我，为我付出了很多。
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沈毅，为了你，我放弃家族企业，每天围着你转。为了维护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甚至连公司的事都从不过问。你要什么我没给你，你就是这么感谢我的。下周就是我们的婚礼了，虽然是二婚，但我一点都不想委屈你。该有的仪式感一样都不会少，只是最近公司项目赶，天天要陪客户应酬，可能没法陪你去订酒店、确认流程这些事儿了。老婆还要多费心。放心吧，这些事儿我早就都准备好了，你安心忙工作就行。老婆真好，那我去上班了，晚上早点回来陪你。路上小心。天天陪客户，现在看来陪的就是秦岭吧，真恶心。两段感情，一段沉默疏离，一段满口谎言，我终究是看错了人。查到了，你现在来我家一趟，我把东西都给你看。这是律所团队通过合法渠道调取的材料。秦岭7年前和沈毅离婚后就一直住在本市，他们俩根本就没有断过联系。这7年里，开房记录有200多次，遍布全市各个酒店。从6年前开始，沈毅每个月15号都会固定给秦宁转5万块钱，逢年过节还有额外的红包，加起来至少有500万。去年他给秦宁买了市中心一套180平的大平层，还有一辆保时捷卡宴，全款都是用你们的婚前财产付的。还有这个，你可能不知道，沈毅和秦岭有一个5岁的儿子，叫沈念林。孩子出生的时候，沈毅还特意请假陪了他1个月。沈毅拿我的钱养你的前妻，给他买车子买房子，还让我帮他们养儿子。我想这7年我对他实在是太好了，好到让他忘了我以前也是一个挺有手段的女人。我因为缺一份真心陪伴，倾尽所有去信任一个人，换来的却是算计。既然如此，也该收回我所有的善意。你打算怎么做？需要我做什么尽管说。你帮我查查沈毅公司的事情，我之前都没有过问过。我要让他看看我是怎么把属于我的东西一点一点全部拿回来的。爸爸，沈毅，等我调查到所有结果，希望你还能笑得出来。律所团队通过公开信息、法院协助和财务审计路径调取到的，我连夜让人整理出来了。沈毅公司从创立至今，完整的股权架构、资金流水、资产布局，全部都在这里了。沈毅现在这家公司市面估值已经数亿，算得上是行业新锐企业。但你仔细看这份资金溯源，它最初的启动资金、前期打通人脉的顶级资源、行业对接的所有渠道，全部都是7年前你拿出来的个人储蓄和温家的人脉兜底。最狠的一点是，整整7年，你为他倾尽所有，保驾护航。你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公司的股东名册里，你名下没有1分真实股权，没有享受过公司任何一笔实际收益。说白了，你陪着他打拼7年，从头到尾一无所有。怪不得不愿意我过问公司的任何事情，背地里悄悄算计我呢。他和秦宁的孩子今年已经5岁了，也就是说，从孩子出生那一年开始，沈毅就已经在悄悄布局资产转移，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这7年来，他不间断私下大额转账，购置豪车房产，全部登记在秦宁名下。小额资产早就悄悄输送完毕，唯独公司核心股权他一直不敢动，就是怕账目异动太大，被你察觉破绽，坏了他的大局。他就是要安稳办完这场2婚婚礼，彻底让你放下戒备，稳住你的心态。等婚礼结束，就立刻把秦宁和孩子安稳送出国定居，彻底规避风险。所以，等他们母子安全落地，他就会一次性完成所有核心股权的离岸切割。
彻底洗白所有婚内资产，到时候所有值钱的财富产业全部剥离干净，留给我的全是这些年他走私账、空壳公司遗留的巨额债务和法律风险。没错，他就是要让你最后背下所有债务，净身出户。他和秦宁带着你打拼出来的财富，安稳度日。真是好计谋，好算计！整整7年，步步为营，滴水不漏，算计了我整整7年。温宁，3天后的婚礼筹备的怎么样了？所有流程都给我盯紧点，不许出任何差错，丢我们沈家的人。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对了，小易这边额外安排了一位伴娘，是他很重要的朋友，到时候要好好照顾一下。好，我知道了。需要我重新调整伴郎阵容，专门对接配合这位伴娘吗？这个不用你操心，你只管做好你分内的事，安分等着出嫁就好。你看看，当年你为了沈毅，毅然决然跟最疼你的奶奶决裂，放弃一切，扶持她白手起家，全心全意陪她吃苦7年。好好的顶级豪门千金，手握一把王炸好牌，硬生生被你打成现在这样。是啊，但是从现在开始，牌局结束了，该换我上桌，按照我的游戏规则，重新洗牌了。还是我老婆最贴心、最贤惠，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从来不用我操心，婚礼所有细节你都打理得妥妥当当，真的太懂事了。虽然我们是2婚，但婚礼是大事，我肯定要用心筹备，不能让婚礼出半点差错。这是鼎奢酒店的最终婚礼定告，场地布置、舞台流程、宾客席位、仪式环节全部敲定好了，你看一眼。不用看，你办事我100%放心，你整理好完整流程发我就行。我最近公司项目太忙，没时间盯这些小事。应该是公司紧急工作电话，我去阳台接一下，免得吵到你。宝贝不哭，爸爸马上就过来，乖乖听话，我很快就到。坏了，海外分公司突然出紧急状况，账目和项目都出了问题，我必须立刻赶回公司处理，不能在家陪你了。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忙完早点回来。好好珍惜你们偷来的安稳日子吧，毕竟属于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宁宁，现在我一无所有，委屈你陪我吃苦。等我事业稳定，站稳脚跟，我一定给你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换最贵的钻戒，这辈子绝不辜负你。盛大的婚礼我等到了，可这场婚礼从来都不是为我而办。你让我陪你共苦7年，你功成名就后的所有甘甜，却全都给了别人。这一句等我成功，我足足等了7年。当初舍弃了不懂表达的许家印，奔赴这份满眼温柔的感情，如今才发现，这份温柔从一开始就是演出来的。沈毅，你以为我众叛亲离，一无所有，只能依附于你？可你从来都不知道，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奶奶，对不起。你好，我是董事长的孙女，我来找我奶奶。不好意思，女士，我入职温氏多年，7年来从来没有听说过董事长有孙女，也从未见过您来公司。我这边无法核实您的身份，实在没办法帮您通报，还请您谅解。董事长还有孙女，从来没听过啊。看着气质倒是很出众，不会是来蹭关系的吧？这七年，为了沈毅和奶奶缺席了家族7年的时光，缺席了家族7年的时光。没有人认识我，全是当年任性直瞪酿成的后果。没有人认识我，全是当年任性直瞪酿成的后果。奶奶，你第1段婚姻惨败收场，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慎待感情，
好好护住自己，别轻易交付真心。我以为你吃过一次大亏，受过一次伤，会长记性，没想到你依旧一意孤行，为了一个外人跟我决裂，离家7年。第二段婚姻，你还是赌上全部，掏空自己，毫无保留去付出，最后依旧栽得彻底。第一段婚姻里，许家英只顾往前闯，从不会顾及我的感受。我以为换一个懂得哄我、疼我的人就能安稳度日，是我太天真了。瘦了好多，这7年你根本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奶奶，对不起，是我不懂事，是我年少自负，眼盲心瞎，2次轻信感情，重蹈覆辙，一次次辜负您的苦心，白白浪费了7年最珍贵的光阴。我知道错了。傻孩子，奶奶从来没有真正怪过你。这7年来，温氏集团最大股东的席位一直为你保留着，属于你的原始股份，我1分1毫都没有动过。我早就做好了决定，等你回来我就正式退休，温氏集团所有股权、董事长的位置全权交由你接手，你从来都是温氏唯一的继承人。奶奶，我现在不能安稳回来接手股份，也不能接任董事长的位置，我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做。丫头，你跟奶奶说实话，是不是沈毅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了解你的性子，从来都不是忍气吞声、甘愿吃亏的人。你这次主动回来，肯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奶奶，这件事说来话长，一时半会儿讲不完，但他的确做了很多对不起我的事，他欠我的、欺骗我的一切，我都要亲手一一讨回来。好一个白眼狼！当年我第一眼就看出他心思不正，野心勃勃，果然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你尽管说，需要奶奶怎么帮你？温氏所有的资源人脉全都任由你调动，就算是花钱让他公司彻底倒闭，奶奶也替你办到。奶奶，谢谢您护着我，但对付他，我想亲自来。我只需要您帮我保守2个秘密：第一，不要对外透露我回到温氏的消息；第二，我准备反击他这件事，也暂时不要声张。之后我或许需要借用温氏部分权限与资源，具体怎么做，我心里有数。行，奶奶都听你的，不插手。走，奶奶带你回家。床单是我喜欢的浅蓝色，窗帘是我当年挑的碎花款，一切都没变。奶奶，这房间每星期都让人打扫，反正空着也是空着。这还是城西那家老店的吗？那家店去年差点关门，我让人多给了点钱，让他们继续开着。我以为您真的不要我了。你是我孙女，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回来就好，奶奶永远是你的后盾，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奶奶给你兜底。老婆，按照婚礼习俗，仪式开始前我们不能再见面了。我先去酒店迎接宾客，咱们婚礼现场见。我向你保证，这一定会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婚礼。好，等下见。沈毅，没错，这一定会是一场无与伦比，让你永生难忘的婚礼。老婆，你今天美得无可挑剔，我从一早就在盼着仪式开始，终于能和你正式并肩站在一起了。这迎宾牌上的字是怎么回事？好好的名字为什么会写错？应该是制作的工作人员粗心大意，不小心印错了，就是一件小事儿，别放在心上。老婆，今天婚礼不要不开心，名字不过只是一个形式，如今陪在我身边，马上要和我完成婚礼的人是你，这才是最重要的。嘴上说的冠冕堂皇，心里时时刻刻惦记的却是另一个人。我刚收到最新消息，沈毅把原本延后的计划全部提前了，他定在今天下午3点正式办理股权交割手续，打算将名下公司所有经营性优质股权分批转给秦卫东代为持有。一旦交割完成，他就能彻底和公司明面业务划清界限。之前一直按预定节奏推进，为什么突然把时间卡得这么紧？非要赶在今天完成股权交接？他名下好几处对外投资项目接连出了问题，资金链已经断裂，还牵扯出大量账目漏洞与合作纠纷，怪不得他察觉到风险马上就要彻底爆发，一心只想赶紧脱身自保。
所以他急着在问题曝光之前，把手里优质股权资产全部转移出去。而那些经营惨淡、背负外债、存在违规操作的空壳公司，法人全都是你。他打算办完股权交接就抽身离开，把所有债务、纠纷和一堆烂摊子全都丢给你来承担。一心盘算着抽身跑路，临走还处心积虑拉我下水，让我替他收拾残局，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可惜啊，机关算尽，他们终究没有这个机会。我说几句话你别不爱听。你和伊儿都在一起7年了，日子过得和正式夫妻没区别，现在还要大操大办办婚礼，太铺张了。你也不用出去赚钱，根本不知道伊儿在外面打拼有多辛苦。她一个人扛着事业和整个家，压力很大。你以后要摆正心态，好好尽到做妻子的本分。就是，兰姨说的对，女人就该安分守己，照顾好家就行。还有门口迎宾牌的事儿，就一个字印错了，你也值得摆脸色。今天是婚礼的大日子，不能这么任性。男人在外面够累了，你得学会体谅和包容。对啊，温宁姐，以大局为重嘛，别因为一点小事闹不愉快。至于孩子的事儿，我不逼你们，顺其自然就行。你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别生别的心思，我就满意了。就是，你看我们家卫东对兰姨多孝顺，一家人就该和和气气的。他定在今天下午3点，正式办理股权交割手续，将名下公司所有经营性优质股权分批转给秦卫东代为持有。秦永生代持，你们一家人配合的真好。新娘，婚礼马上开始了，请您准备一下。行了，你准备吧，我们先出去了。这再让你们得意一回。兰姨，今天这排场可真大，一哥对温宁姐真好。排场是排场，就是不知道值不值得。怎么还不开始？再等等吧，可能是新娘在补妆。去催催，让所有人都快一点，别让宾客等。好的，我马上去。你眼里永远只有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我们明明是夫妻，却过得比陌生人还要疏远。我想要的陪伴，你从来都给不了。我拼命打拼，只是想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不想让你跟着我吃苦。我要的从来不是锦衣玉食，是真心相待和朝夕相伴。现在的日子，我感受不到半点幸福。我们离婚吧。刷到许熙的朋友圈，知道你今天举办婚礼，我就不请自来了。宁宁，你现在幸福吗？既然来了，就去大厅落座观礼吧。新娘要来了吧？天哪，不会是专门请了那个国外知名设计师定做的全世界只有一套的婚纱吧？今天也是开眼了。新娘真漂亮，和新郎太般配了。看看，这才是该和伊儿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宁宁和一哥多配啊，天生一对。今天不是宁宁的婚礼吗？台上这个女人是谁？怎么回事？怎么两个人穿一样的？哪个是新郎？这下有好戏看了。文宁在沈家日子不好过啊，明显不受婆婆待见。这位小姐，你穿的这套婚纱为什么和我的一模一样？老婆，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别小题大做。应该是订伴娘服的人搞错了，这就是我那位重要的朋友，请他来给我们做伴娘而已，你别误会。温宁，你心胸能不能别这么狭隘？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为了一件衣服斤斤计较，像什么话？就是啊，温宁姐，又不是故意的，你别这么小心眼。各位来宾稍安勿躁，这只是筹备时的一点小乌龙，不影响咱们的大喜日子。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来宾莅临沈毅先生与温宁小姐的婚礼，祝二位新人往后日子美满，岁岁安康。温宁，
你看看你，为了一件衣服把婚礼搞成这样，像什么样子？大喜的日子，非要闹得大家都不痛快。就是啊，温宁姐，你也太斤斤计较了。老婆，你就大度一点，别让妈生气了。温宁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不该穿这套礼服，我向你道歉。大家都误会了，我只是伴娘，可能是安排礼服的人弄错了，害大家弄错了新娘。这伴娘还挺懂事的，新娘有点过分了。不一定吧，穿一样的婚纱，谁知道安的什么喜？你看看宁宁多懂事，你再看看你自己，一点小事就闹成这样。温宁姐，这事儿的确是表哥安排的不好，你别生气。惺惺作态。秦伟东，你以亲友身份替沈怡代持多家公司股权，挂名法人，离岸资产也经你手转移。这些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还有空管你表哥的事儿？温宁姐，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别紧张，现在我还没空收拾你。先看场好戏吧。秦小姐这演技，不去当演员可惜了。穿我的婚纱，站我的台，还要装无辜，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都欠你的？温宁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别叫姐，我们不熟。哈哈，看来咱们新娘和伴娘感情真好，连拌嘴都这么热闹。接下来咱们进入交换戒指环节，让新人锁住甜蜜。不用再说那些漂亮话了，今天根本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日子。宁宁，你在说什么？今天是我们的大喜日子，这场世纪婚礼是我特意为你办的，你怎么突然说出这种话？是你和我的婚礼，还是你和秦宁的婚礼？你嘴里叫的是宁宁，心里想的是宁宁吧？别再装糊涂了。酒店门口的迎宾牌上写的清清楚楚，那是秦陵的宁，不是我温宁的宁。这场婚礼从一开始就不是给我办的吧？你在胡说什么？就是工作人员粗心印错了，我怎么可能要和别人结婚？这就是我给你的婚礼啊！秦宁是你的前妻，你以为你瞒得天衣无缝？7年前你跟我说，你和前妻离婚闹得鸡飞狗跳，彼此恨之入骨，在我面前卖惨博同情，让我心疼你，陪着你。可实际上，你们一直私下联系，从未真正断过，对吧？温宁，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我们都要结婚了，你却到处听信谣言污蔑我，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我们以后还怎么往下走？既然走不下去，那就不必走了。我今天本来也没打算和你结婚。疯了吗？你已经陪了我7年，人生能有几个7年？你现在年纪不小了，难道还能有下一个7年去陪别的男人？等过几年你人老珠黄，谁还会要你？你们男人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凭什么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一个处处不如我还满心算计我的男人身上？以前是我被爱情冲昏了头，现在你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天真懵懂的小女孩？你这些 PUA 话术和卑劣把戏早就骗不了我了。你在城市江景园全款买的大平层登记在秦林名下，去年给他提的限量版宝车，车牌号JA8XX9，这些事情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居然派人调查我，温宁，你太可怕了！调查，比起你7年处心积虑的算计与背叛，这点东西不过是开胃小菜。天哪，原来沈毅一只脚踩2条船，太过分了！用新娘的钱给前妻买房子，新娘也太委屈了，被蒙在鼓里7年。我以为和我分开以后宁宁会幸福，却没想到这是个人渣。温宁，你别再闹了，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你这个不懂事的女人，早就说了二婚没必要办这么高调的婚礼，你非不听，现在还在全场宾客面前闹成这样，都是你惹的祸，害得叶儿被人指指点点。丢人现眼，真正丢人现眼的是你们沈家。你真以为这场婚礼是给我办的？不过是沈毅用来稳住我，拖延时间完成资产转移的幌子罢了。他一边跟我筹备婚礼，一边偷偷给秦宁娘俩置办家业，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你胡说八道！我对秦宁毕竟有过感情，偶尔帮衬一下怎么了？这场婚礼就是给你办的，是你自己想太多。胡说八道！等大家看完这些证据，就知道谁在睁眼说瞎话了。
这不是一家三口吗？天哪，连孩子都有了！这些都是误会，照片是合成的，房产是秦林自己买的，跟我没关系。误会，合成的照片能有这么多细节？秦林一个无业游民，能凭自己本事全款买得起城静江景大平层？现在你还觉得我是胡说八道吗？还是说你真要不见棺材不落泪？等我把所有证据都摆出来，才肯承认？我和秦宁虽然离婚了，但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无家可归的。我作为孩子的父亲，总不能不管不顾吧？买房子和车子，只是出于责任帮衬他们，没有别的意思。出于责任，沈烨，你可真大方啊！拿着我给你的创业启动资金，转身就给前妻娘俩全款买房买车，对他们掏心掏肺。可对我呢？我跟着你7年，你给过我什么？除了让我守着一个空壳婚姻，我一无所有。什么叫一无所有？你整天在家不上班，无所事事，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我儿子辛辛苦苦赚来的？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就是，沈毅对你够好了，让你不用风吹日晒赚钱，你还不知足，非要在这里闹得人尽皆知。我们现在自身都难保了，别再跟着掺和，小心引火烧身。他赚的钱，你怕是不知道，他公司的原始资金是我的吧？现在公司做大了，他把核心资金、优质资产全转移走，留给我的只有几个账目混乱、背负着隐性债务的空壳公司。这就是你说的对我够好？这也太黑心了吧！用老婆的钱发家，还要把老婆踢开，什么东西？温宁，有什么误会我们回家再说。今天是我们的婚礼，家丑不可外扬，别在这里把事情闹大，把我毁掉啊！这婚要是不结，我们也能好好商量。回家说，我凭什么要给你留面子？你算计我7年，把我当傻子耍，现在想让我私下解决，掩盖你的真面目，不可能！今天我就要在这里让所有宾客都看清楚你沈毅的真实嘴脸。7年不见，你变了很多，但这样的你才是真正的你。还没完呢。事情闹到这一步，对谁都没好处。我可以把城江江景房转给你，公司股份分你30%，这事就到此为止。你别再曝光其他东西了，行吗？凭什么分他东西？沈毅根本不爱你，他爱的是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一起，他公司能有今天，都是他自己打拼来的，跟你没关系。这些资产本来就是留给我儿子的，你没资格要。我求你了，你别说了。这还是第一次沈毅敢这么大声和我说话。宁宁，秦宁不懂事乱说话，你别往心里去。一儿已经说了分你资产，你就见好就收吧，别真把事情做绝了。见好就收，我的东西我凭什么要靠施舍拿回来？你到底想要什么？第一，归还我当初投入的500万创业本金，按同时银行理管率支付7年利息，共计680万。第二，你用我的本金衍生的所有优质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核心股权、3套房产、2辆豪车，我要拿回70%的份额。第三，解除我们的婚约，你公开向我道歉，澄清所有抹黑我的谣言。第四，赔偿我7年的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共计200万。不可能，你简直是狮子大开口，这些全都是留给我儿子的，你1分钱都别想拿到。你可以不同意，这是我的最终诉求，也是合法追求清单。要么现在签字同意，要么我们法庭见。我有的是证据，让你不仅拿不到1分钱，还要为伪造迁职、非法转移资产付出法律代价。怎么，发现温柔体贴和花言巧语骗不到我，现在装都不装了？别以为我真不敢动手！啊！你他妈谁呀？老子的家事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来管？家事，看这样子，你们的婚礼也办不下去了吧？谁是外人还真不好说。你他妈到底谁呀？温宁的前夫。你前夫怎么来了？我不知道。好啊，温宁，你前夫都来砸场子了，你们是不是早就串通好了？我的心脏不舒服，你们这是要气
兰姨，兰姨，你没事吧？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先送医院吧，别等下又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到我身上，我可冤得慌。今天的账也算不完了，改日再算。既然是婚礼，那我就祝二位百年好合，锁死最好，别再去祸害别人。你说什么？小溪，我们走。刚才台上的你真飒，这么多年，你终于变回原来的样子了。以前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温家的女人从来不是好欺负的，以前不是，以后更不是。温宁姐，温宁姐，温宁姐，你听我们说，我们真的没有参与算计，我们只是旁观，什么都不知道啊。之前帮腔是我们不对，我们向你道歉，求你别牵连我们。你们有没有参与？你们说的不算，证据和调查结果会告诉我答案。那要怎么样你才肯不追究我们？你提条件，我们什么都配合。要免于追责也不是不行，但我有一个条件。我的条件很简单，从今天起，你们做我的内线。沈毅的资产动向、账务漏洞、私下操作、转移财产路径，还有所有针对我的算计计划，随时向我报备。他是我表哥，我怎么能……我答应。温宁姐，我全都答应你，让我们做什么都行。你疯了！你才疯了！你没看见今天沈毅对温宁姐做的那些事儿？他连陪他7年的女人都能往死里算计，将来出事了，第一个把我们推出去当替罪羊。我告诉你，秦卫东，你要是还帮他，咱俩就离婚，我可不想跟着你一起坐牢。好，温宁姐，我们答应你。我不听口头承诺，限你们1周之内递交沈毅私下做账、资产藏匿、债务布局的关键证据，拿不出东西，今天的条件作废。一定。温宁，能不能找个机会坐下来聊聊？好啊，刚好晚上我们要庆祝一下，你一起来吧。你把他叫来干什么？我也想知道他来干嘛，所以才叫他来的。我去上个厕所，你们慢慢聊。今天你在台上说沈毅转移资产，用空壳公司让你背债，这些证据你都掌握了？他名下的公司股权架构我了解过，有几家子公司确实存在账目问题，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查。不用，我自己能处理。今天秦年在台上的表现，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看起来很柔弱，但每一句话都在引导舆论。沈毅被他牵着鼻子走，他自己都没发现。我知道，和沈毅在一起7年，我了解他，他没那个脑子设计7年的面具，背后肯定一直是秦宁在操盘。他不简单，他确实让这件事变得更有意思了。我没想到你是要和我说这些，还以为你要叙旧。我了解你，你应该不想听那些。当年大家都是成年人，什么事做了就是做了，错了就是错了，没什么好说的。当年离婚以后，你不出国了吗？怎么在国外没有成家？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后来想明白了，事业是打拼不完的。国内有我在意的人，所以要回来。我已经要40岁了，成年人的潜台词我还是听得懂的。你现在说这些话，我心里不会有什么波澜。而且经历过这2次感情，我心里仅有的一丁点对于爱情和家庭的渴望，早就被消磨殆尽了。文宁，你真的变了很多，但是现在这样很好。我知道你要做什么，有需要的地方不要担心麻烦我，我很想帮你。你不是说所有资产转移都做得天衣无缝吗？不是说你那个海外代持的机构绝对不会被发现吗？那今天温宁在台上说的那些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查到那么多。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7年的时间，你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让他在眼皮底下查了个底朝天。
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做事谨慎一点，再谨慎一点。你呢，不当回事儿。现在好了，婚礼砸了，资产曝光了，我们全都被动了。那现在怎么办？重新布局，不能坐以待毙。是律师。什么？他递交了立案材料，已经受理了。温宁已经正式向法院起诉了，全套证据都递交了，要追偿资产，追责我们转移财产。不能硬碰硬，现在局势对我们不利，必须先低头。低头？你明天就去找温宁，假意求和，示弱道歉，能拖多久是多久。可是，你听我的，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他拿走1分资产。这些产业、房产、财富都是属于我和孩子的，绝不可能拱手让人。只要我们稳住这一局，反将温宁一手，让他彻底翻不了身，我们就能手握全部资产，带着孩子远走高飞，过上无人打扰的富足生活。你想想那样的日子不好吗？好，我听你的，我一定会保护好你和孩子，拼尽全力守住所有资产。温宁，既然你步步紧逼，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别动，这个不准办。先放下。宁宁，我来就是想和你好好谈谈，我们在一起7年，你就真的这么绝情吗？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事儿，我对不起你，但这7年我对你也是有感情的。你看，咱们能不能私下和解？你把诉讼撤了，条件我们可以慢慢谈。撤诉？对，撤诉。婚约我们可以解除，你之前的钱我分期还给你。你现在这样闹到法庭上，对大家都不好。分期还？沈毅，你转移走的那几个亿，打算分几期还我？你在说什么？哪有什么几个亿？行了，别演了。你今天来不就是想拖延时间吗？温宁，你别太过分。你说我和秦林背着你来往，那你呢？你和你的前夫就清白吗？婚礼上他可是替你出手了。我和他清不清白，没必要向你自证。还是说，你看到我前夫，突然觉得自卑了？我自卑？我现在要什么没有？我为什么要自卑？因为你知道，你手上的一切，如果没有我，根本就什么都不会有。把那个相框摔了。就像这个相框一样，我愿意和你拍婚纱照的时候，它才存在；我不愿意的时候，它就什么都不是。你什么你？给我滚出去！我滚？你别忘了，这栋别墅不是你的。对，这栋别墅确实不是我的，是你妈张兰的名字。可你别忘了，买房子的钱是我的，所以该滚的人是你。继续搬。怎么样？那个渣男来找你了？来了。你是没看到他那副嘴脸，又是懊悔又是可怜，说什么7年感情撤诉慢慢谈，演得跟真的一样。他是不是还想分期还你钱？你怎么知道？用脚趾头都能想到，分期还，等他分到猴年马月去。所以我让他滚了。他什么反应？你是没看到我说该滚的人是你的时候，他脸都绿了，站那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摔门走的。痛快。对了，那个结婚照呢？当着面摔了，玻璃碎一地。温宁，你也太飒了吧！我要是在场，肯定给你鼓掌。行了，别贫了，晚上出来喝一杯，庆祝一下。改天吧。奶奶让我回公司一趟。行，那你去吧。对了，秦卫东那边有消息吗？还没。
来了，什么东西？秦卫东发来的，沈毅这个月的海外转账记录一共8笔，加起来4000多万。4000多万，他哪来这么多钱？从公司账上挪的。秦卫东还付了对账单。这个秦卫东倒是挺识相，他被拖下水而已。不说了，我先看资料。好，晚上再聊。沈毅，你转移多少，我就追回多少，一分都别想带走。今天召开这个发布会，主要有2件事。第一，温氏集团未来5年的战略布局将由新任副总裁全权负责。第二，这位新任副总裁就是我的孙女温宁。感谢董事长的信任，未来我会带领温氏集团聚焦核心业务，拓展新兴市场，不负大家的期望。温小姐，听说您之前7年一直在家做全职太太，现在突然回归家族企业，外界有声音说您只是挂名镀金，您怎么看？业绩会说话，1年之后欢迎再来看。核心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他回温氏了，还当了副总裁。看来是的。你不是去找他求和了吗？他怎么还有心思搞这些？我跟他说了，他不听。你不说他会撤诉吗？你不是说他态度软了吗？温宁那天的态度根本没软过，但要是让秦宁知道我是被赶出来的，他肯定又要发疯。先糊弄过去再说。他说了会考虑，再等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把我们的资产全都追回去吗？那我能怎么办？他手里有证据，打官司我们根本赢不了。沈毅，你这是在怪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废物越来越靠不住了，看来我得自己留一手。要是真到了那一步，大不了把责任都推给他，反正主意都是他出的，我不过是照做而已。温宁，你以为回温氏就赢了？没那么容易。你去哪儿？去见温宁。你去见他干什么？不是说好了我出面吗？你出面？你出面把事情办成这样，还好意思说？行，去闹吧。真出了事儿，我看你怎么收场。宁宁，这是财务部的张叔，这是市场部的李姐，都是跟了温氏20多年的老人了。大小姐，您终于回来了。当年您走的时候我就说过，温氏少不了您。张叔，叫温总就行，以后还要多仰仗您。7年了，您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干练。李姐过奖了。市场部去年第3季度的数据我看了，有几个板块还有提升空间，回头我约您细聊。董事长，大小姐这状态比当年还要好。怎么样，还适应吗？还好，就是7年没碰，有些东西要重新捡起来。不急，慢慢来。公司的事儿，你有不懂的就问我。奶奶，我可不是7年前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丫头了。好，好，好，我们温家的女儿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奶奶，有人来找我了，我先去会会他。谁？沈毅那位前妻。温宁姐，好久不见。秦小姐，有话直说，我下午还有个会。那我就直说了，温宁姐，你和沈毅的事儿能不能别闹这么大？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何必弄得两败俱伤？两败俱伤？秦小姐用词不太准确，应该是沈毅身败名裂，我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温宁姐，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沈毅就算有错，也不至于被你往死里整吧？秦小姐，你今天来是替沈毅求情，那我有点想不通了。沈毅转移资产的事儿，你全程参与，分到的也不少。他倒了，你觉得自己能全身而退？还是说沈毅跟你保证过，出事了他一个人扛？秦小姐这么聪明的人，不会真信这种话吧？我跟他在一起7年，
太了解他了。沈毅这个人最擅长的就是出事之前都怪我，出事之后都怪你。你知道他昨天来找我求和怎么说的吗？他说那些主意都是秦林出的，我也是被他蒙蔽了。当然我不信，毕竟钱是转给你的，房子是写你名字的，你说自己不知情，谁信呢？但你可以想想，他能在我面前这么说你，就会在别人面前这么说你。将来真上了法庭，他会怎么讲，我可不敢保证。行了，我该去开会了。秦小姐，我的底线很简单，属于我的一分不少拿回来。至于你和沈毅之间的事，那是你们自己慢慢算。对了，秦小姐这么聪明的人，应该知道给自己留条后路。毕竟沈毅这个人靠不住。沈毅真的跟温宁说了那种话，这个废物，嘴上说保护我，背地里居然想甩锅给我。怎么样？他说什么了？你昨天去找温宁，到底跟他说了什么？没说什么，就是求他撤诉。你是不是跟他说那些主意都是我出的？我没有，我怎么可能说那种话？沈毅，我告诉你，要是真出了事，你敢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不会放过你。我真的没说。林念，你相信我，是不是温宁跟你说了什么？他那是挑拨离间。温宁这个贱人，居然在秦宁面前挑事。不过秦宁这反应，算了，真出了事，我还是得先顾自己。你看到群里那些话了吗？什么群？你自己看。你就这反应？他们在造谣，我帮你澄清去。不用。为什么？就让他们这么乱说。你澄清了，他们信吗？只会觉得我们心虚，越描越黑。而且说这些话的人本来就不站我这边，我费那个口舌干什么？我就是看不惯。那就别看，帮我看看这个项目方案，第3季度的成本控制还有没有优化空间。这个项目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供应链端的成本超标。我做了3版优化方案，对应不同的供应商组合。这个方案我之前想了2个月都没想通，他3天就搞定了。听说当年他就是温氏最年轻的项目总监，名不虚传。第3版方案能节约12%的成本，但同时需要替换2家供应商。风险评估我已经附在报告第27页，会后大家可以细看。有问题现在问。那就按这个方向推进，散会。讲得不错，比我想的还要好。奶奶，您这是来旁听还是来检查工作？我来看看我孙女有多厉害。行了，晚上回家吃饭，我让阿姨给你炖了汤。好。舆论现在都偏向我们这边。温宁要是还要脸面，应该不敢硬来。宁宁，是我。什么事？我听说最近有些风言风语，你也别往心里去。其实大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咱们的事儿能私下解决就私下解决，何必闹到法庭上？沈毅，那些谣言是你放出去的。什么谣言？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想说，你要是愿意和解，条件我们可以再谈谈。沈毅，我警告你，造谣重伤这种事，你以为能影响我？你再敢散布一句，我让你的律师函和传票预习。温宁，你别不识好歹，软的不吃，那就别怪我来硬的。你给他打电话了，他怎么说？还是那个态度，软硬不吃。我早跟你说了，指望他撤诉是不可能的。那你说怎么办？继续放消息，让更多人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舆论压力大了，他自然要掂量掂量。可是他说了，再放消息就发律师函。律师函算什么？他又没有证据证明是我们放的，怎么？你怕了？谁怕了？我只是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沈毅，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打算退路了？我没有。这个废物果然靠不住，嘴上说保护我和孩子，心里全是自己的算盘。他又在逼我，真出了事，我替他扛，那谁替我扛？沈毅靠不住，我得为自己和孩子留后路。温宁那边追得紧，资产能转多少转多少，先把大头挪出去再说。既不能让温宁察觉，也不能被沈毅知道。我得弄点事情出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才行。妈，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哎呀，还行吧，就是上次婚礼被温宁气的，心脏一直不太舒服。妈，您得替我们去说说温宁，他这么闹下去，一哥的公司都要被他搞垮了。这个我去找他说什么呀？他那张嘴，我可说不过他。您不用跟他讲道理，您就带着您那几个好姐妹去他公司门口闹，就说他不念旧情，贪财计较，欺负老人。舆论站在我们这边，他不敢怎么样的。可是上次婚礼上你也看到了，他手里那些证据。妈，您是不想去？不是，我就是。您要是不去，以后就别想见孙子了。行，我去。老东西，非得我逼才肯动。大家都来看看呀！这个温宁，我儿子养了他7年，他现在翻脸不认人，要把我儿子往死里整啊！就是仗着家里有钱，欺负老实人，还说要起诉我们义儿，什么东西！温宁，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儿子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忍心？您别在这儿闹了，有什么事我们上去说。我不上去，我就要在这儿让大家评评理。你说我儿子拿你的钱，你有什么证据？这是7年来我给沈毅的转账记录，总计500万元整。这是银行流水，每笔都有备注。这是他拿这笔钱购买房产的凭证，房产登记在秦岭名下。这是购房日期，就在我转账后的第2个月。原来是用女方的钱给前妻买房子，这也太不要脸了吧！那又怎么样？夫妻之间钱分那么清楚干嘛？这位阿姨，沈毅把公司优质资产全部转移走，留给我的只有几个背着巨额债务的空壳公司。这也是夫妻之间应该做的事吗？你就是强词夺理，我不跟你说了。这一家子真是一个比一个难看。第4季度市场会有一次大的调整，如果我们能提前布局，至少能抢占15%的增量份额。具体的操作路径我已经写在方案第8页到第15页。有问题吗？太完整了，根本挑不出毛病。楼下的事儿处理好了。张兰带着人来闹，被我打发走了。沈毅那个妈越来越不像话了，还有那个秦宁躲在背后撺掇，最不是东西。我知道，你多加提防，这几个人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奶奶放心，我心里有数。你是没看到，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那些转账记录、房产证什么的都拿出来了，我这张老脸都丢尽了。妈，我不是说让你别去吗？是秦宁非要让我去的，说什么不去就不让我见孙子，我能怎么办？你也是，你就不能管管秦宁？他出的什么馊主意？行了，我知道了，回头我说他。你可别光嘴上说，我跟你说，那个温宁不好惹，秦宁也不是省油的灯，你自己留个心眼儿。一个两个都来逼我，秦年那边不能得罪，妈这边也得哄着，烦死了。张兰这个废物，这点事都办不好。长辈施压没用，那就换个方式。我就不信温宁能每次都全身而退。温宁，你不是要面子吗？那我就让你在大庭广众之下颜面尽失。喂，帮我查一下温宁最近几天的行程安排。
商界晚宴，那么多有头有脸的人都在，正好。说，温宁姐，最近沈毅这边比较安静，公司没什么大动作。但是有一件事挺奇怪的，海外公司账上单独划走了一笔钱，800多万，走的是私人渠道，没经过正常审批流程。什么时候的事儿？前2天我查了一下，这笔钱最后到了一个离岸账户，户主不是沈毅，也不是秦宁。那是谁？暂时还没查到，但我怀疑是秦宁自己在转移资产。继续盯着，有动静随时告诉我。还有一件事，沈毅也收到了商界晚宴的邀请函，他应该会去。我知道啊？那个邀请函是我让主办方给他发的。温宁姐，你这是……他给我找了多少麻烦，我也不能让他过得太轻松啊。沈烨、秦宁，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找事儿，那我也给你们找点事儿吧。温董事长，这就是您孙女吧？久仰久仰。这是温宁，刚回公司，以后还请多关照。王总客气了，温氏和贵公司的合作一直很愉快，希望以后能更深入。温小姐，听说您一回来就接手了华东那个大项目，我们公司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改天约个时间聊聊。好，我让秘书安排。这个贱人，他凭什么这么得意？凭什么都围着他转？废物！你至于吗？被他一句话就搞成这样？你行你上。走，跟我过去。去干嘛？他不是要当众羞辱你吗？那我们就当众把水搅浑。温宁姐，我知道你恨沈毅，恨我。但你也不能公私不分，动用温氏的资源来打压我们吧？我们不过是想好好过日子而已。怎么回事？听说温宁和沈毅刚闹掰，好像是感情纠纷。我知道我身份低微，配不上和你说这些话，但你这样赶尽杀绝是不是太过分了？这位女士，你说温宁公私不分，有证据吗？还是说你是想让大家知道，你拿了温宁500万创业，转头就把钱转给前妻买房买车，用妻子的钱养前妻，这种事也好意思拿出来说？又是，到底关你什么事啊？温宁和你又再续前缘了是吗？上赶着给他出头，你们早就背着我勾搭在一起了吧？如果沈先生不懂得怎么尊重人的话，我不介意亲自教教你。许先生，谢谢，但这种事我自己来。沈毅，你和秦陵联手骗取我的资金，转移我的资产，7年时间，一分一分的把我的钱搬空，现在还想在众人面前泼我脏水。你疯了！你凭什么这样做？哦，对了，还有你。你们的嘴都太脏了，帮你们洗洗。不用谢。温宁，你别太过分！过分？我还没开始呢。200多次，这得是7年的记录吧？7年200多次，平均1个月2、3次。这哪是离婚后帮衬，这根本就是一直没断过。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离婚后偶尔帮衬。7年237次开房记录。沈毅，你在外面跟我说加班陪客户，原来是陪秦陵。秦小姐，你不是说沈毅是被我逼的吗？那这些记录也是我逼他开的。不过话说回来，沈毅，你知道秦陵背着你做了什么吗？你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吧？秦年已经在转移资产了，海外那个离岸账户800多万是他自己转走的，没经过你吧？他说的真的假的？你听他胡说，他在挑拨离间，是不是挑拨？你回去查查账就知道了。秦小姐，你转钱的时候没想过沈毅会发现？
他真的背着我转钱了？不是说好一起转的吗？他这是什么意思？猜忌的种子种下了，就看你们自己怎么长。沈毅先生，您公司旗下的华东地产项目涉嫌违规操作，请您配合我们回去调查。你们搞错了吧？我的项目手续都是齐全的。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请您配合。文宁，你到底要做什么？一开始我只是想分开，拿回属于我的那一份，但是现在你的公司我也要。你做梦！放开我，我自己会走。谢谢，其实你不用为我这样做，但我想为你这样做。儿孙自有儿孙福，年轻人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毅哥，今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温宁就是故意的，想让我们吵架。我真的没有背着你转钱，那笔钱是我之前跟朋友合伙做的一个小投资项目，跟咱们的事儿没关系。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我本来想等赚了钱再告诉你的，给你一个惊喜，谁知道温宁会拿这个做文章。真的，毅哥，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行了，我知道了。他到底有没有背着我转钱？算了，先稳住他再说。真出了事，我得先把自己的资产清点清楚。华东项目的供应链整合已经完成，比原计划提前了半个月。接下来是渠道拓展，我这边已经对接了3家潜在合作方。温总这效率也太高了。听说他每天7点就到公司，晚上10点才走。最近工作怎么样？累不累？还好，项目推进的挺顺利的。宁宁，当年你执意要跟沈毅走的时候，奶奶说了很多重话。这些年，你有没有怪过我？没有，是我当年太任性了，不听您的劝。现在想想，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傻孩子，奶奶只是怕你受委屈。奶奶，以后不会了，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也不会再让您担心了。怎么了？笑得这么得意？秦卫东发来的，沈毅和秦宁回去以后吵了一架，虽然表面上和好了，但2个人都在偷偷盘点自己的资产。狗咬狗，快了，他们的利益绑定本来就不牢固，现在有了猜忌，裂痕只会越来越大。那你打算怎么做？逐个击破，先稳住一个，再收拾另一个。公司核心股权不能动，一动就会被温宁抓住把柄。海外那几个账户，秦宁知道的不多，可以先转到我自己名下。秦宁那边先哄着，万一温宁那边真的追得紧，我至少还有退路。我不会让任何人夺走我的一切，温宁不行，秦林也不行。温总，华东项目的合作方那边出问题了。说，他们今天早上突然发来邮件，说我们公司的财务状况有问题，要求重新审核合作资质，项目推进全部暂停了。财务状况有问题，上季度的第三方审计报告刚出，全部合规。我知道，但对方说收到了匿名举报，说我们公司的账目存在虚假陈述，他们需要时间核实。举报人是谁？
查到了吗？查到了，是沈毅名下一家公司发起的。沈毅终于不躲在女人背后了。把合作方的联系方式发我。另外，辽近3年所有审计报告，我今晚要看。全部？全部。王总，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我是温宁。关于贵公司今天收到的匿名举报，我想跟您当面解释一下。温总，实在不好意思，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只是那个匿名举报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们这边也得按流程走。理解，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把所有资料当面给您过一遍。这是温氏近5年的完整审计报告，每一份都有第三方机构的盖章，这是银行流水对账单，和审计报告完全匹配。另外，针对这次举报提到的几笔存疑交易，我专门做了完整的说明和组证材料，您可以让法务团队逐一核查。温总做事果然细致。这样吧，我让法务今天就把这些材料过一遍，没问题的话，项目立刻恢复推进。那就多谢王总了。我听说了，合作方那边的事处理好了。已经解决了，项目照常推进。我让人查了，那个匿名举报是沈毅搞的鬼。我知道，这个白眼狼还敢主动找上门惹事儿，我让人去敲打敲打他。奶奶，不用。为什么？他越是主动出手，说明他越急。着急的人最容易犯错。让他折腾，我正好看看他还有多少底牌。行，你有分寸就好，但要是他做的太过分，你必须告诉我。好。沈总，温氏那边华东项目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们的举报没起作用。没起作用？他怎么做到的？温宁亲自带着资料去了合作方公司，当面解释清楚了，对方很认可。行了，你出去吧。温宁，你还真是有本事，不过没关系，一次不行，那就再来一次。喂，李总吗？我是沈毅，有件事想跟您聊聊。听说你今天对温宁出手了。你怎么没跟我说？怎么，我做事还要跟你汇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应该提前跟我商量一下。商量什么？你不是也背着我转钱了吗？毅哥，我们别吵了，温宁才是共同的敌人。我知道。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继续。一次不行就2次，2次不行就3次，我就不信他每次都能全身而退。温宁要抢我的公司，那我就先让他焦头烂额。他开始自己动手了，这是在防着我。秦卫东又发来东西了。什么？沈毅最近在悄悄变现名下的几处资产，都是走的私人渠道。还有秦岭那边也在动，他把自己名下的一套房产挂出去了。2个人各卖各的，可不是嘛。秦卫东说，他们俩现在估计都各怀鬼胎呢。貌合神离，差不多了。什么差不多了？收网的时机
这几条线索帮我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下次见面，我要一次性把他们所有的伪装都撕干净。好。叶儿这回是真栽了，温宁那个贱人铁了心要告，万一叶儿真进去了，我怎么办？那些房子、车子都是写的秦宁的名字，万一秦宁跑了，我什么都握不着。不行，不能坐以待毙。温宁再狠，也不能把老人怎么样吧？温总，外面有位女士说是您婆婆，等了快1个小时了。她在哪儿？在大厅休息区。您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宁宁，我是来求你的。宁宁，我知道叶儿对不起你，我知道我们沈家对不起你，但你能不能看在这么多年情分上，放他一马？您说的放他一马是什么意思？就是撤诉，别告他了。他要是输了官司，这辈子就完了。他转移我的资产，拿我的钱养秦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会完？假如今天不是我，换其他任何一个没有背景的人和沈毅对上，他又会不会放他一马？宁宁，千错万错都是叶儿的错，但他毕竟是我儿子。我求求你了，你要多少钱我们赔，这是我这些年攒下来的钱和一些首饰，不够我再想办法。我要的不是赔，我要的是他为他做过的事付出应有的代价。我的钱，我的7年光阴，还有我错付的感情，不是一句赔就可以算清楚。证据链整理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再给我2天时间。好，弄好了直接发我。沈毅、秦岭，你们欠我的，该还了。你妈今天打电话来，说温宁那边最近在整理证据。你怎么知道的？你妈都去求温宁高抬贵手了，你说我怎么知道的？沈毅，温宁手里那些证据，如果真的上了法庭，你觉得我们能赢吗？我怎么知道？我看过了，赢不了。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能再这么硬扛下去了。我要去找温宁谈谈。你去找他谈？你跟他有什么好谈的？谈判，看看能不能用最小的代价把这件事了结。你是想谈，还是想把我卖了？我卖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那些钱是转给我的，房子也是写我名字的。你倒了，我能跑得掉？我明天去约他。他说的轻巧，要是他在温宁面前把责任都推给我呢？不行，我得想想办法。万一秦怡真的出卖我怎么办？要不要先下手为强？不行，我得先把自己的后路安排好。秦陵靠不住，温宁更要命，我得想个办法，既能保住自己，又能把责任推出去。秦小姐，温宁姐，我想跟你见一面，单独谈。好，时间和地点你来定。明天下午3点，老地方，婚纱店旁边的咖啡厅。可以。温宁，我不是来跟你认输的，我只是要为自己找一条后路。说吧。温宁姐，我们开门见山。我一直都很开门见山。这是什么？和解方案。你说。沈毅名下那3套房产，你可以拿走1套，公司股份你可以拿15%，另外我再个人补偿你100万。这些加起来至少有2、3千万了。温宁姐，你也是聪明人，
应该知道打官司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拿到这么多。说完了，说完了。秦岭，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蠢？沈毅转移走的资产，光海外账户就有3个多亿，你拿2、3千万就想打发我？温宁姐，账不能这么算，那些钱不全是你的。那你说哪些是我的，哪些是你的？秦宁，我查得很清楚，这7年沈毅从公司账上转走的每一笔钱，最后都流向了哪里？你名下那套江景房全款1200万，你开的那辆保时捷落地200万，你儿子读的幼儿园1年学费30万，这些钱哪一笔不是从我这里出去的？你现在跟我说拿一套房15%的股份100万就想把我打发了？那你想怎么样？你现在跟我说拿一套房15%的股份100万就想把我打发了？那你想怎么样？我说过很多次了，第一，500万本金加7年利息680万；第二，所有用我本金衍生的优质资产，我要拿回70%；第三，沈毅公开道歉；第四，200万精神损失费。你做梦！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温宁，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是个被男人骗了7年的蠢女人。你以为你现在很威风，不过是仗着你奶奶的势力。我是被男人骗了7年，但至少我现在清醒了。你呢？你还要骗自己多久？你以为沈毅是真的爱你？他用你的名字买房买车，他给你钱，是因为你帮他一起骗我。等你没有利用价值了，你觉得他还会留着你？你自私自利，利用沈毅谋利；沈毅自私自利，利用你转移资产。你们俩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高贵。沈毅自私自利，利用你转移资产。你们俩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高贵。我只是想过得好一点，我有错吗？你根本就不懂我们普通人要多么努力才能过得好。你从小就是温家的千金大小姐，你以为你和沈毅在一起的7年是吃苦吗？我告诉你，这些都比不上我吃过的苦，所以我必须为我自己，为我儿子争一口气。秦林，其实我挺欣赏你的，你很有野心，也知道自己要什么，想过得好没有错，但是不能因为你想要过得好，就要害别人过得不好。不是你的东西，你抢不来的。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隔壁住，你们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一清二楚。沈毅，你听我解释什么？解释你从来没爱过我？解释你只是利用我？还是解释等我没有利用价值，我就会被你一脚踢开？秦宁，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我跟温宁翻脸，我转移资产，我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沈毅，你为我做的那些事儿，哪一件不是为了你自己？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转移资产，第一是为了躲温宁，第二是为了把钱攥在自己手里。你说你爱我，你爱的是你自己，你不过是想找个听话的女人帮你花钱，帮你藏钱，帮你对付温宁。等事情结束了，你会给我什么？你心里比我清楚。我什么我？沈毅，你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无辜。这7年，每一分钱都是你亲手转给我的，每一套房子都是你亲手写的我的名字。真要算起来，你比我更贪。温宁，算我看错你了。彼此。温宁说的对，他从来就没爱过我，我只是他的工具。行，秦宁，你不仁，别怪我不义。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你看看这个。所以呢？所以你不知道谁也会去吗？沈毅和秦陵都受邀了，到时候一屋子人指指点点，你去了不是找不痛快吗？我正好去看看他们俩现在什么状态。你还要去看他们？温宁，你是不是心太大了？不是心大，是想摸清楚他们现在的底。秦卫东传来的消息说，两人已经彻底闹翻了，但眼见为实。那我也去。你不用去，我自己可以。你觉得我能让你一个人去？帮我查一下明晚那个聚会，温宁去不去？好，我知道了。他应该会去，以他的性格，不会放过观察对手的机会。那我就去看看。叶儿，那个聚会你真的要去？你去干什么？温宁肯定也会去，到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多尴尬。就是因为温宁会去，我才要去。为什么？我得看看他现在什么态度，是铁了心要打官司，还是有转圜的余地。叶儿，听妈一句劝，
低调点儿，别主动生事儿。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我知道，您放心，我不会乱来，我心里有数。明天去聚会上看看风向，要是形势不好，该推给秦林的就全推给他。明天的聚会，温宁肯定去，沈毅那个废物也去。到了现场，我就装可怜，就说温宁仗势欺人，沈毅翻脸无情，反正错的都是别人，我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沈毅，你要是敢在聚会上乱说话，别怪我不客气。来，难得大家聚在一起，喝一杯。来一杯。温宁姐，我知道你恨我，但是老张，你这酒不错，什么年份的？王姐，其实我和沈毅的事儿，李哥，听说你最近公司上市了，恭喜恭喜！你前夫这是故意的吧？看出来了。沈毅全程不说话，是在观望。秦年几次想卖惨都被打断了，急都写在脸上。看来秦卫东说的没错，两人已经彻底闹翻了。温宁，我送你回去。那个，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其实不用，不麻烦，正好顺路。他是顺路还是专程来的？今天在聚会上，他几次打断秦宁，是故意的吧？他是顺路还是专程来的？今天在聚会上，他几次打断秦宁，是故意的吧？不用了，我自己开车来的。那路上小心。他还是拒绝了。没关系，慢慢来。许家印，每一次我要开口他就打断，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温宁，你以为有许家印护着你，我就没办法了？喂，陈总吗？我是秦宁，有件事儿想跟您聊聊，关于温氏集团那个新项目。温总，华东项目的合作方刚才来电话，说有人私下联系他们，想挖我们的渠道资源。谁？对方没说，但合作方那边直接拒绝了，还特意打电话来提醒我们注意。知道了，通知法务部把合作保障条款再加固一层。另外，给合作方发一封正式的感谢函，顺便附上我们下一阶段的合作意向书。现在发意向书，人家在这种时候选择站在我们这边，我们要让对方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秦宁，你手里那点人脉能动的早就动了，动不了的，你再怎么折腾也没用。沈总，听说秦宁最近在四处找人，想搅黄温氏的项目。他那个人做事从来不过脑子。你们不是早就掰了，他现在做什么跟我没关系。可他用的那些人脉，不都是你以前介绍给他的？那是以前，我现在跟他划清界限了。秦宁自己找死，别连累我就行。秦卫东来消息了，沈毅在外面跟人说他跟秦宁已经没关系了，还吐槽秦宁行事鲁莽，彻底撕破脸了。对，秦宁知道以后气得不行，听说在电话里跟沈毅吵了半个多小时。很好，狗咬狗，咬得越凶，我们越省事儿。诉讼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证据链已经完整了，等时机成熟直接提交。大概什么时候？再等一等，让他们再互相咬一阵子，咬得越狠，我们手里的牌越多。最近工作还顺利？项目推进的挺顺利的。你那个前夫最近是不是老在你跟前晃？奶奶怎么知道？你以为我老了什么都看不出来？那个许家印，当年跟你离婚是他没福气，现在想回头看他有没有那个诚意了。奶奶，我现在没心思想这些。我知道，但奶奶得提醒你，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要是真合适，别因为赌气再错过一次。
我知道了。文宁，你不让我送，不让我靠近，但帮你的事儿我还是会做。当年是我放手放得太轻易了，这一次我不会再错。那辆车呢？有人看吗？车有人看了，但对方出价只有120万，比您挂牌价低了30万。卖，120万就120万。房子、车子能卖的全卖了，温宁那边追得紧，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喂，王姐，出境手续办的怎么样了？在办了，但最近审核比较严，可能需要再等1周。1周？我等不了那么久，能不能加急？我尽量。1周太久了，温宁不会给我1周的时间。实在不行，价格再低点也要把资产全部变现。先出去再说。温宁那边诉讼快开庭了，秦宁靠不住，我得自己把后路准备好。喂，李律师，是我。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能证明有些事儿是秦林主导的，我的责任会不会轻一些？好，我明白了，我这边会整理材料。秦宁，别怪我，是你先出卖我的。动作这么快，看来是真的要跑了。温宁那边得抓紧。秦林这么急，房子折价卖，120万就把那辆保时捷卖了，比市场价低了至少30万。他是真急了。秦卫东那边也传来消息，沈毅最近在梳理海外账户，打算把一部分钱转到更隐秘的地方。2个人都在跑路，各跑各的。不过他们跑不了，资产交易的路径我已经全部掌握了。那接下来怎么办？先不动，让他们卖，让他们转，所有的交易记录都是法庭上的证据。最近工作还顺利？华东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我看你最近收到的消息不少，都是谁发给你的？奶奶怎么什么都看得出来？我这双眼睛看人看事几10年了。说吧，是谁在帮你？一个朋友。朋友？男的？许家印。奶奶怎么知道？你以为我老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上次晚宴他替你挡酒，我看到了。这个许家印当年跟你离婚是他没福气，现在回头帮你，说明他心里还有你。奶奶，我现在没心思想这些。我知道，但你得承认，有人在背后帮你，不是坏事。秦女士，您这套江景房的买家又撤单了，这是第3次了。为什么？对方说查到这个房子有产权纠纷的风险，不敢买了。什么产权纠纷？这个房子手续齐全，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是这么跟买家说的，但对方不信。房子卖不掉，车只能低价出，是谁在背后搞鬼？温宁还是沈毅？宁宁，我们别闹了。谁跟你闹？是你先翻脸的。我那不是一时冲动吗？你想想，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对不起过你？沈毅，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想说什么？直说吧，别拐弯抹角。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温宁那边的事了结掉。了结？怎么了结？要不我们把一部分资产还回去，
他想要的不就是钱吗？我们给他一些，让他撤诉。给他一些，给多少？你给我个数字。那3套房子给他1套，再加上1000万。沈毅，你是不是傻？那些资产有一大半都在我名下，你说的给他一些，是给他你的那份还是我的那份？你今天是来劝我还资产的，还是来套我话的？我就是想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你是想让我把吞进去的东西吐出来，你好在温宁面前装好人吧？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沈毅，我告诉你，那些资产是我应得的。这些年我陪着你，帮你对付温宁，帮你藏钱，我付出了多少？你想让我吐出来？做梦！秦宁，你别不识好歹。温宁那边已经起诉了，你以为你能跑得掉？跑不掉，你也跑不掉。我们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我出事，你也别想好过。行了，别装了，你来找我不就是想套我的话？好在法庭上把责任都推给我嘛。沈烨，我告诉你，没门儿，要死一起死。这个疯女人软硬不吃，看来只能靠自己了。又有新消息，沈毅今天去找秦宁了，去找他和好，假意劝他还资产，实际上是想套他的话，留证据自保。结果呢？吵翻了。秦宁说要死一起死。狗咬狗，咬得越来越狠了。让他们咬，咬得越狠，我们的证据越充分。你怎么来了？路过，顺便来看看你，方便进去坐坐吗？最近怎么样？秦林那边还有动作吗？有，在变卖资产，想跑。跑不了，他的资产交易路径我已经让人盯着了。宁宁，我有话想跟你说。这些年，我一直觉得亏欠你。当年是我们太年轻，你不懂我，我也不懂你。分开了，我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思都在维权和事业上，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要求你什么，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我想重新追求你。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因为你现在遇到了困难，是我想了很久的决定。我想陪着你走过这段最难的路。嘉应，谢谢你。但现在的我重心在维权和事业上，感情的事我没有精力去想。我明白，我不会逼你，那我们就做朋友，朋友之间帮忙总可以吧？可以。他还是老样子，温柔体贴，从不强求，甚至不再像以前那样埋头到事业里而忽略我的感受。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精力去想这些。女士，您那套江景房还是没人敢接，我建议您再降价。降多少？至少再降200万。行，降。房子卖不掉，车已经出了，出境手续还在办，不能再等了。王姐，出境手续能不能再快一点？加多少钱都行。我尽量。沈毅那个废物靠不住，我自己走，带着钱，带着孩子，走得远远的。宁宁，你真的要一个人走？不然呢？你还能帮我什么？我们可以一起走，你把手续缓一缓，等我。等你把温宁那边的事情处理完，沈毅你别做梦了，温宁不会放过你的，你走不了。那你就能走得掉？至少比你有希望。秦宁，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钱给你，房子给你，车子给你，你想要什么我没给，你就这样对我？别装了，从始至终我们就是互相利用。我对你没有感情，你也一样。不过有一件事我得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过上了几年好日子。秦宁，你出来，我知道你在里面。有事儿？我有话跟你说。就在这儿说。秦年，你还有没有良心？叶儿对你那么好，你现在要一个人跑，你还要把孩子带走，你让叶儿怎么办？他怎么办？跟我有什么关系？不行，你把孩子带走，我再也见不到我孙子了，那是我沈家的血脉。张阿姨，我劝你省省力气，你儿子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己作的。你要是真有本事，去找温宁，看他愿不愿意放过你儿子。华东项目本季度盈利超出预期18%，
供应链成本控制在预算的92%之内。下季度的目标是把华东模式复制到华南市场，预计半年内至少能带来3000万的增量利润。讲得好，你现在越来越有掌舵人的样子了。奶奶过奖了。诉讼那边怎么样了？证据链已经完整了，等法院排期。好，官司打赢了，公司这边你也站稳了，到时候我把董事长的位置正式交给你。没打扰你吧？没有，怎么了？秦林出境手续的进度，他办得差不多了，只差最后一步确认。这么快？他找了关系加急办的，估计这1-2天就能拿到。他走了，沈毅就成了唯一担责的人。所以沈毅现在比谁都急。你怎么知道他急？他最近在四处打听举报流程，应该是想抢在秦林跑路之前先把他举报了。狗急跳墙。要不要做点什么？不用，让他们自己咬。晚上有空吗？我知道有家新开的餐厅，菜不错。你最近是不是太闲了？不是闲，是觉得应该多陪陪你。秦宁，你既然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这份举报信交上去，秦宁就跑不掉了。到时候，我至少能争取个从轻处理。温宁要追责，秦陵要跑路，我只能自己救自己，别怪我。差不多了，这些钱够我和儿子在海外舒舒服服过一辈子了。温宁、沈毅，你们慢慢打官司吧，我不陪你们玩了。秦宁动作真快，2天之内把剩下的资产全部变现了。他急了，那怎么办？李律师，是我。秦宁要跑，我需要你帮我申请限制他出境。证据我这边都有，马上发给你，越快越好。王队，我是温宁，有件事需要您帮忙。布控好了，他走不了。沈毅那边呢？沈毅比我们还急，他已经抢先一步举报秦林了。举报秦林？想甩锅呗，把责任都推给秦林，自己争取从轻处理。那他举报有用吗？没用，他的举报信我看了，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把秦林写得像主谋，但他忘了，每一笔转账都有他的签名。所以他是白折腾？也不算白折腾，至少让执法部门多了一条线索。叶儿，收手吧，别再折腾了。我没折腾。你还没折腾？你举报秦宁，你以为我不知道？叶儿，妈跟你说句实话，温宁那边你是躲不过去的。与其这样东躲西藏，不如主动认错，争取宽大处理。认错？我认什么错？我有什么错？钱是我赚的，公司是我打拼出来的。温宁那500万，我早就还给他了。你还了吗？你什么时候还的？妈，您别管了，我有分寸。你有分寸？你有分寸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喂，张队，是我。明天上午有没有去国外的航班？帮我盯一下，如果看到秦宁，第一时间通知我。秦宁，你跑不了，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温宁之后还能逍遥法外。女士，请问您飞往哪里？
多伦多，快了，再过几个小时我就彻底离开这里了。女士，您的登机牌，请从 B25号登机口登机。秦宁女士，请留步。你们干什么？秦林女士，您被限制出境了，请配合我们调查。限制出境？凭什么？我犯什么法了？有人举报您涉嫌合谋转移资产欺诈，我们需要您留下来配合调查。是谁举报我的？是不是温宁？他污蔑我，他就是想害我。你们别碰我，我没有犯法，我要登记，我的航班要起飞了。请您冷静。你们放开我！温宁那个贱人，他污蔑我。温宁，是你！你凭什么限制我出境？你算什么东西？秦小姐，别激动，我只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秦年与沈毅合谋转移资产的全部证据，包括转账记录、房产过户凭证、海外账户流水。那些都是假的，是温宁伪造的。伪造？每一笔转账都有银行流水，每一套房产都有政府备案。秦小姐，你可以狡辩，但证据不会说谎。我要举报，这些事儿都是秦宁主使的，我只是被他利用了。沈毅，你说什么？是他教我怎么转移资产的，是他让我把房子写他名字的，所有的主意都是他出的。这不是那个损益吗？之前婚礼上被揭穿的那个。男的说都是女的出的主意，这不就是甩锅吗？沈毅，你说都是秦宁的主意，那转账签名是谁签的？公司公章是谁盖的？海外账户是谁开的？你们俩一个出主意，一个动手，一个是主谋，一个是同伙，谁也别说谁无辜。沈毅，你这个废物，出事就知道往我身上推，你还是不是男人？你不是也要跑吗？你跑的时候想过我吗？这两人真是绝配，一个比一个不要脸。两个疯子，谁也别想靠近温宁。你们俩暂时不能离开本市，随时配合调查。具体处理意见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温女士，感谢您提供的证据，后续有进展我们会及时通知您。麻烦了。秦小姐、沈先生，法庭上见。温宁，你别得意，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没事吧？没事。沈毅刚才那出戏演得真好。演得再好也没用，证据不会骗人。秦宁那边呢？他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知道，但他翻不出什么浪了。秦宁跑不了，沈毅甩不了锅，接下来就是法庭上见分晓了。我完了，全完了，钱被冻结了，人也跑不掉了。温宁，都是温宁害的，他毁了我的一切。不对，还没完。温宁凭什么限制我出境？他有什么权利？我要告他，我要告他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对，告他，只要把水搅浑，我就还有机会。温女士，我们接到举报，
称您恶意打压、非法限制秦宁人身自由，请您配合说明情况。这是秦宁与慎意合谋转移资产的全部证据。他跑路当晚，机场监控可以证明，拦下他的是执法人员，不是我。感谢配合，我们会核实。诬告，秦宁，你这是自掘坟墓。秦宁那个疯女人还敢诬告你，让他告，告的越多，错的越多。你就不生气？生什么气？他越折腾，法官越不信他。沈毅那边也在乱咬，今天说是秦宁主谋，明天又说自己不知情。狗急跳墙，让他跳。诬告没用，那就来直接的。温宁，见一面，最后一次。时间、地点，明天下午婚纱店。温宁，就算我输了，我也要让你记住，你曾经输给过我。你来了，我还记得这里，在这里我发现了那条一模一样的婚纱。温宁姐，我求你了，放我一马行不行？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还有个孩子，他才5岁，我不能坐牢，我不能。你转移资产的时候想过孩子吗？现在拿孩子当挡箭牌，晚了。温宁，你非要赶尽杀绝？不是我要赶尽杀绝，是法律要追究你的责任。7年，你和慎意联手，一点一点把我的钱搬空，你在背后出主意，他在前面动手。你以为我不知道？转移资产的每一笔都有你的签名。海外账户的每一笔流水都指向你，你以为跑出国就没事了？秦宁，你跑不掉的，沈毅也跑不掉，你们俩谁也别想逃。温宁，你凭什么？你以为你是谁？这一巴掌下去，你在法官面前就彻底输了。你想干什么？走吧，法庭上见。他没跟出来。没事吧？没事儿。我送你回去。我先走了，你们聊。他说的话，别往心里去。没有，我早就不在意了。那就好。你比他想象的要坚强得多。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但我是最真心的那个。温宁，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谢谢。你去哪儿了？我们必须统一口径。什么意思？温宁那边已经铁了心要告，如果我们各说各的，2个人都得完蛋。你听我说，我们把责任都推到对方身上没用。温宁手里有证据，法官不会信，只有我们2个人说的一样，才有机会。说的一样？说什么？说我们没做过？秦宁，你别天真了。温宁手里的证据你比我清楚，我们翻不了案。那怎么办？等死吗？我不知道，但我不想再被你牵着走了。你出的主意，你让我做的事儿，我全都做了。结果呢？你现在让我跟你统一口径，秦林，自己信吗？沈毅，你别说了，我累了。这个废物，到了这个时候还想撇清自己。不行，我不能一个人扛，必须把他绑在一起。今天组织3方进行诉前调解，主要针对温宁女士诉沈毅先生、秦林女士合谋转移资产一案，3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
我愿意，但我不是主谋，这些都是沈毅一个人干的。你放屁！主意都是你出的，是你教我怎么做账，怎么转移资产。我教你，沈毅，你自己贪心别往我身上推。公司是你的，账目是你签的字，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你发给我的消息，每一条都是你在指挥我，要不要我念给大家听？那是你伪造的。伪造？那上面有你的微信号，要不要当场验证？请双方保持冷静。温女士，您的诉求是什么？我方要求二被告共同返还创业本金500万及7年利息，共计680万，返还用全稿资金衍生的优质资产70%份额，赔偿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共计200万。此外，二被告需公开道歉。凭什么？那些钱是沈毅赚的，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房子写你名字，车子写你名字，海外账户也是你的。你说没关系，谁信？你们吵够了没有？7年时间，他们2人合谋，一点一点转移我的资产。沈毅负责账面操作，秦年负责策划和接收。转账记录、房产凭证、海外账户流水，我全部提交了。这不是谁主谋谁从犯的问题，这是共同侵权。他们俩必须共同承担返还和赔偿责任。二位对这个诉求有什么意见？我可以同意返还一部分，但我不是主谋。要是他愿意承担主要责任，我可以配合。沈毅，你还是不是人？你都要跑了，还跟我谈什么人？调解失败，本案将转入诉讼程序，开庭日期另行通知。他们俩今天这出戏比电视剧还精彩。狗咬狗，一嘴毛。开庭日期定了，告诉我，我陪你来。好。现在继续开庭，请双方陈述。审判长，我方当事人秦宁在整个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所有资产转移行为均由沈毅主导实施，秦宁只是被动接收方，不存在主观恶意。反对。证据显示，秦宁深度参与了每一次资产转移的策划、转账指令、账户开设、资金根结，均有秦宁的直接操作记录。请双方按顺序发言。法官，我有话说。沈毅这个人满嘴谎话，他当初跟我说已经和温宁谈好了，那些钱是温宁自愿给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放屁！每一笔钱怎么转，转到哪儿，转完怎么藏，都是你教的。你现在装无辜。我教你，沈毅，你自己贪心不足，别往我身上泼脏水。肃静，被告请遵守法庭纪律。审判长，我方已提交全部证据，包括7年间500万元创业资金的完整转账记录。被告沈毅将资金转入秦宁名下账户的银行流水，秦宁名下3套房产及2辆豪车的购置凭证，2人7年内200余次酒店开房记录，以及2人合谋转移海外资产的聊天截图。被告沈毅，你对这些证据有什么要说的？法官，这些钱确实转过，但都是秦陵让我做的。他说这样可以避税，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违法的。避税？沈毅，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温宁的钱不拿白不拿，这话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你……被告秦宁，没有轮到你，不许发言。原告温宁，你有没有要补充的？审判长，我不需要补充证据，已经提交的材料足以证明沈毅和秦宁在7年时间里合谋转移了我的全部资产。沈毅负责账面操作，秦宁负责策划接收，一个动手，一个动脑，主次有别，但罪责相当，他们共同侵权，要共同承担责任。双方陈述结束，
本案证据充分，事实清晰，本庭将择日宣判。现在休庭。佳映，嗯，你说法官会怎么判？证据这么充分，他们翻不了身。那就好。7年终于要结束。喂，沈总，您托我那事儿我问了，人家说这个案子证据太扎实，没法通融。好，我知道了。所有门路都试过了，没人肯帮忙。凭什么？他凭什么过得那么好？都是温宁害的，不是他，我早就带着钱走了。同志，我儿子的案子能不能……阿姨，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我们不方便干预，您请回吧。华东项目全年盈利超预期32%，华南市场拓展完成率100%，明年的目标是进军西南市场，预计全年营收增长20%以上。最近忙不忙？还好，项目都走上正轨了，不用我天天盯着。那就好。奶奶年纪大了，就盼着你事业稳，人也稳。许家印最近老来找你，你怎么想的？他在追我，那你答应了吗？没有，我说了，先看他表现。对，不能轻易答应。男人啊，太容易得到的不知道珍惜。我说徐总，你最近是不是太闲了，天天往我这儿跑？不闲，就是想多看看。温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可先讲好，我不是那种什么都不要的人。如果你给不了我什么，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我知道你想要的就是我愿意给的，事业上的支持，生活里的陪伴，还有一颗真心。那就看你表现咯。